我狼呢是给大家伙啊带来啊这个合金弹头5，合金弹头5这个系列呢，大家伙都了解啊。这个小狼解说过不止1遍2遍了。这个游戏其实，个人感觉是合金弹头当中啊，这个街机当中呢难度呢是偏难的一款啊，它仅次于合金弹头3，但是呢是最没存在感的一款，因为小的时候很少有人玩，因为等它出到5的时候呢，可能很多人都玩不到了啊，这个已经不多说了啊。这次呢，给大家伙解说的呢是世界纪录，这个世界纪录呢就非常的牛逼了啊，来自于我们的快刀哥啊，也是破了自己的记录啊，他是只用了22分钟多啊，就实现了这个一命通关。而且你要知道啊，这可是8难的难度，不是4难。由于是8难难度呢，就是通用的这个最高难度的这个世界纪录，而不是4难度的世界纪录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下国际通用的这个准则啊。国际通用的这个准则呢是用4难的，但是其实会玩合金弹头人都知道啊，8难呢这个是这个合金弹头速通的这个技术体现，因为它血量嘛，就是说直接体现在 BOSS 的血量当中。而且呢，如果你是摊分的话呢，反而是普通难度的比困难难度的难，因为你摊分的话，你想想，你困难难度能多打一点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玩法不一样。这里面速通呢，咱们一般来讲都是要用这个8难，也就是最高难度来打，而4难的呢也有挑战啊，这个分派流派不一样，这就相当于你玩《三国战记》，你玩天王难度和普通难度一样啊，就是不太一样。那这里面小狼跟大家伙说一下，我狼是刚刚回归啊，拍了1个月的戏，大概是主要是戏份没多少啊，主要是我狼呢这个去学习去了，学习之后呢学到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种简简单单2、3个人就能拍完的这个这个事儿啊，当然呢，这个不多说啊。回来之后呢，一场重病，本身呢会在9月的22号或者21号啊，就中秋节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伙做直播，甚至是做这个视频。但很可惜啊，我狼呢由于这个生病了，而且病得非常严重，加上这个疫情啊挺嘚儿的。正好赶上这个哈尔滨疫情，我从哈尔滨这个机场直接就这个打那个车，然后回到我们牡丹江。尽管这个样子啊，我还是生病了啊，但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了，我已经做完核酸检测了啊，是阴性啊，这个肯定不是新冠。而这个在之后呢，小狼是生病了7天，然后这边刚刚回归在9月底，今天呢是28号，然后听到视频呢可能会稍微再晚一点，比如说会明天听到啊，或者说是10月1号才能听到啊。不过不要紧，小狼回归了，对吧？大家伙看清我小狼的脸啊，我来了就是查寝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可以看到这里面，第一关啊，咱们这里面跟大家伙说呀，这个快刀我不会啊，之前我应该是解说过他的视频。这个速通呢，讲究的就是一击必杀啊，不要跟我扯什么这个技术流啊，什么我要怎么省这个东西啊，怎么，就是你只需要知道啊，把该用的这个伤害用在刀刃上。一般来讲呢，最主要的还是 BOSS， 还有一些比较尴尬的地方，比如说，如果要是扔手雷能够快速解决，就赶紧扔手雷。打 BOSS 呢，其实是你的一种这个套路的手段，比如说你把很多的雷呀，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特殊的武器留到这个 BOSS 处，然后再对它进行这个输出。这样的话，这个 BOSS 处呢，你能打多快就多快，因为有的地图可能你不用打就可以过图嘛，对吧？你懂的啊。好，来看看。其实合金弹头5的剧情呢，在手游当中是有很好的体现，但是由于手游啊，一旦涉及到这种商业运作啊，可能它的质量啊就不是那么好了，只能作为一种情怀吧啊。其实这里面呢，小狼也知道啊，因为这个倒不是说非得去黑怎么样啊，因为街机环境和这个现在咱们的这种移动操作的这种环境，它的运营模式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很难找到之前那种感觉。那除非是你把合金弹头呢当成一个电影看，现在有很多人都把这个什么很多游戏啊，这个讲的什么故事啊来告诉大家，其实这种个人感觉呢也还就是那么回事，因为所有的游戏啊都是要有剧情来支撑的，如果没有剧情的话就会变成嘚儿。好，来看看这边啊，直接走。我狼回来不仅感冒发烧，可能就是有那个支原体感染啊，就是那个叫支原体肺炎嘛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是打了6天的吊瓶，然后今天是没打。好像这种阿奇霉素，好像最好是不能超过5天嘛，反正是没打嘛，那大家可能理解啊。好，来看看
这个由于这个速度啊是非常快的啊，我们之前跟大家伙讲《合金弹头5》呢，它主要的剧情呢，先是这个大祭司，你看第一关咱们打完之后呢，一个老头啊戴着面具，有一种那种啊这种就是这种古老的那种这叫部落吧啊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他呢捡到一个神奇的面具，这个面具戴完之后呢，一个雷就他踢到了。反正呢，小的时候吧，咱们也不需要多对吧？多了解这个剧情。就是小的时候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干，因为这个游戏啊，它比较通用的准则，除非像一些解密型游戏啊，大多数通用性游戏准则呢，一般都是啊都能让那个很多人看得懂。你说你看不懂，对吧？哎，就有的人他玩不了。你比如说，你像有做法有日版，你像日版，大伙都知道日文都是那个汉字，对吧？啊，日本汉字，对吧？它这个用的咱们中国的这个汉字的这个路子，喂，来了一个单斗赫泽操险啊，一个号给我打完了之后呢，他那边还通了，我也是服了啊，就不知道是什么电话啊，像这种电话我也是醉了啊。还有这个嗓子呀，其实不是嗓子，我就是咳，现在还是有咳嗽啊。懂得这个病毒感染的，一般大家可能都知道啊，像这种什么 T 病毒是吧 ？T 细胞和 B 细胞呢，现在正在对吧？正在那个排除我身体里的病毒，所以说我现在正在奔着好。但是这个咳嗽吧，确实有点太讨厌了啊。有的时候你看我现在一说话，除了有鼻音之外呢，还有那个哈了音，就是东北话啊，就是有点合了，就是可能能听出来肺有点不太好。反正就是快好了嘛啊，但是现在这个有点难受，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，毕竟呢这个没有什么最好的状态，反正第一时间回归啊，只要把这个工作做好，我相信啊这身体会恢复的啊，大家伙懂的啊。现在多少度啊？今天其实算比较热的，啊，要是白天的话是20度，晚上的话大概是13度吧啊，13度。好，来看看第2关。我们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啊，这个合金弹头呢，其实第5代为什么说难呢？很多人说他不会打那个什么，很多人说不会打那个死神。其实死神呢，就速通来讲确实难打。但如果说啊，你要是这个懂得套路的话，死神没那么难。你像我之前说玩1v2版，1v2版的8难度啊，那如果你要是近玩法的话，确实难，你可点死命，因为你时间不够。但是呢，普通版本，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路子，你看。咱们是利用所有的雷，先用那个飞机上的这个雷，然后再加上飞机的自爆，再用自己身上的这个雷，然后外加这个傻干，也就是这个喷子枪啊，散弹枪。这样的话呢，都是它进行超级输出。但是尽管如此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飞机非常的扛干啊，这就是所谓的8难度，让人根本理解不了的这个难度。你像很多主播啊，有的时候就主播不会玩这游戏，很多人说主播你挑战一下，你像让他挑战这个合金弹头4难度和8难度，它是天上和地下2个难度，就像三国战记的天王难度和普通难度一样。当然呢，它俩的路子还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难度呢是 BOSS 的血量多啊 ，BOSS 的血量多，这样的话你的补给呢就是多少先不说啊，你补给不够用啊，而普通难度的 BOSS 血量少。三国战记呢，它的天王呢是另外一个路子，它天王是什么路子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如果说好的这样的话，它只要冒烟了就爆了。你如果说就 BOSS 的这个血量来讲是没有血量和防御力是没有任何的增加，而你的防御力是减了，或者说你血变少了，或者说小兵或者 BOSS 的攻击力增加了，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说有一定难度啊，它俩这个难度的方向不一样啊。回来就坠卡啊，我们的阿鱼 blue 啊，一手坠卡啊，这个太难了，是直播的啊，只要有摄像头啊，都是直播，兄弟们啊。好，来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呢是来到了第3关，这里面很多人说我认为合金弹头三代好玩，因为它的这个支路线特别多。其实啊，懂合金弹头人都知道啊，这个合金弹头的这个3代开始啊，包括4代、5代都有这个分支路线。乃至于后面的6代、7代和叉叉都有分支的路线，只不过呢，这个没有3代那么多。3代啊，之所以牛逼，就是它各种元素都有。首先呢，它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丧尸元素啊，已经有了。那时候咱们对吧，很多的那个丧尸游戏啊，
对吧？都很吃香。啊，这是第一。好的，你可以看到，如果从这跳上去的话呢，就是另外的一个路线了。但是咱们没有走。如果你要速通的话呢，还是不要走那个电梯路线啊。咱们是要打速通的。这个速通仅用了22分钟，我记得上一次我做的话应该是25分钟还是24分钟啊？它差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，你可想而知啊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。而且合金弹头5呢有一个，之前我记得做摊分的时候有一个斧王的 bug。如果你不知道斧王的 bug， 你可能只能打270万；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可能会打490万。所以说这个又不一样。只要你玩的多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就有一些，就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些 bug 和技巧，真的会快很多很多。像合金弹头3，合金弹头3呢，在这个所谓的最后一关啊，其实它在整个这个游戏的剧情当中应该排到55%到60%之间的那个位置上。在那个位置上，好的，可以看到这可以直接反跳回来，你看这样的话直接就跳走了，这也是一个技巧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技巧的话，就会跳得非常快。而且从这儿也是，你看咱们在这里站起来一个跳，一个反助力推，这样的话直接就是一个过图，然后再把这个兵拖出来，再从这个左边的电梯走。你看有了这个机器之后啊，确实就不一样了。好。对，我狼片拍完了啊，我都拍完好久了，已经拍完了，大概是10多天了啊，但是我生病了，刚回来啊。好，来看看这关呢，我们叫蜘蛛侠。其实为什么叫蜘蛛侠呢？其实它就是挂在外面啊，它这也是一个需要有套路的。整个合金弹头5呢，除了刚才那个飞机打那个第2关那个飞机啊，需要一定的反应速度，因为它在后面的时候会发一些这个旋转的这种热导导弹，以及呢还有一些小碎的子弹对咱们进行骚扰。一些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玩家呢，很有可能啊就被搞定了。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，大家可能理解吧啊。除了刚才那关之外，其他的几乎所有关卡，第1关的大坦克，这关的蜘蛛人，包括最后一关的死神，它都是那种只要你会打了之后。啊，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啊，除非就是说你没有高手那么多的那个输出能力，比如说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啊，就安全时间内输出到最极限，而你不敢，你可能就会打得比较猥琐啊。比如说高手可以用2分钟打死，你可能需要用2分半钟或者3分钟。当然呢，这个整个这个合金弹头，大家可能知道啊，这个游戏的时间呢是非常慢的，它1秒钟相当于现实当中5、6秒啊，这个。如果要是你要在刷机的话，刷那个大机，然后屏幕在卡，可能它会10多秒啊，这个就更不用说了。好，这关看起来好像没多大难度似的，因为这关的血量不是很多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我所谓的啊不是那么难，只要你会了都不难。当然都是一样啊，你什么会了都不难。但是呢，你要想会，像合金弹头作为老牌的街机游戏吃币专家啊，就是说。你说句实话，你想玩到会，我个人感觉不花个对吧几百块钱买币子，因为小的时候啊1块钱一个，对吧？一般1块钱能买个4个币或者6个币，你不花个几百块钱，对吧？或者说你有天赋的话，那你基本上是玩不了的。你像现在我们玩这个平台或者说模拟器，那这种呢倒还好，但是呢找不到当时那种感觉了，因为你不花钱的话呢，你就会感觉啊你玩起来没那么激情。这玩着玩着死不死无所谓，大不了我开个对吧？开个金手指，我就一顿疯狂输出，反正就是玩嘛，爽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跟那个电影里面失控玩家似的，就为了爽嘛，这无所谓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看看直接走水啊。这个水关的话呢，其实这里面也有技巧啊。你看他是选择用先费血往前撞。我记得打那个什么的时候啊，像打那个水母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讲都是就是这个，他不打，他直接走，然后在这卡无敌，反身位 A， 然后一直用近距离的这个小刀，这种玩法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，不建议大家伙这个这么跟他搞。但是呢，其实如果你要有连发的话还行，你像他就是利用这个快速先把这个大水母捅死，然后分散出4个小水母，再用这个刀给撞掉。然后你看，利用无敌时间把这个鱼雷利用无敌时间给这个自爆掉啊，这个也是技巧。其实呢，很多玩家啊，他就是舍不得自己这个坦克的血量，
对吧？他舍不得自己这些坦克的血量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子弹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玩你越吝啬就越危险。像他这种呢，像这个快刀啊，他不仅说是已经把游戏玩透了，其实你就是全程给他小米加步枪啊，他也照样能通关啊，就是所谓的什么全进什么的。那但是这就是他对游戏的理解已经到达了就是无所谓的地步了啊，包括你像这个 BOSS 多少血，他扔几个雷加几个手枪能打死，这都是刻在 DNA 里面的，就是无所谓的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游戏呢到目前为止啊，这个已经到了，你看这个快到尾声了。因为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如果要是合金弹头3啊，最快咱们也说需要个26分钟 TAS 或者24分钟，我忘记了啊。TAS 的话其实还是蛮快的，但是呢，人脑的话怎么也得29，然后30，这种路子，如果发挥好的话，当然路线选择的都是最短的路线，而且还要卡一些 bug 之类的。而合金弹头最慢的话呢，你懂的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关打完之后，这关呢我们也知道啊，这又是有这种沙漠啊，然后这种石油的这种感觉啊，像这种路子，我们看看，手榴弹还剩8颗。啊，这都是路子，你看，它这个，你看这个机器这么大啊，对咱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然后这个子弹其实有一定的危险，但是呢，千万不要慌。为什么不要慌呢？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你只需要知道一点事儿啊，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你逃得越快，反而你越危险。你像它发射的那个刚才的那个垂直落地导弹，它那个小火弹啊，你只需要躲一个小小的 Y 轴啊 X 轴就可以躲掉。而且你看，他把所有的子弹全输出完了之后，再去碰那个老头，然后把这个突利 machine 的拿到手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沙漠风暴直接搞死。像这个 boss 的话呢，相反，你看最难打的 boss， 你们没发现吗？到目前为止最难打的 boss 居然是谁啊？居然是那个飞机，就是第2关那个飞机啊。这样的话就来到了最后一关。好，直接来到最后一关啊。最后一关的话呢，我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，它最主要的就是，这个小车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小车好像有血就无敌。这个小车呢，如果你要没有血的，你会死的啊，你会死命的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也是把这个元素加到了这个街机里面。其实小的时候像这种类型游戏，咱们玩的不少啊。我记得玩的最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什么摩托呀，那个摩托车也是非常反重力啊，就是牛顿看了都得棺材板按不住那种，就是。它可以一个上坡，你一个加速冲过去啊！那个摩托叫什么摩托我忘了啊，反正挺有意思。那个摩托车，如果是用 TAS 玩的话呢，它可以穿越屏幕，它可以瞬间就是在屏幕当中左右横飞。我记得 TAS 通关的话，只需要2-3分钟就能通关啊，那个非常变态的啊。好，看看，不是那个你说的那个 PC 的摩托。PC 那个摩托叫暴力摩托啊，那是2码事啊。那暴力摩托是另外的一种游戏方式啊。这个摩托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就是 FC 一种摩托车，对。好，来看看，这里面也是最强载具啊。我为什么要说它是最强载具呢？它的攻击力是最爆炸，它的这个雷。这个应该算是地铁里的一个大抓子，它这个雷啊特别屌的在哪呢？就是一手大锥子直接扎下来啊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没有秒不了的道具啊，没有秒不了的这个坦克啊道具。啊，感谢我们的阳光哥啊！火狼回归之后，阳光哥直接一手大飞机支持我了啊！感谢我了啊！感谢我们阳光哥啊！这个回来之后，各位小伙伴都非常疼我，阳光哥。今天肯定是学不了呀呀了，学不了了啊！太难了啊！我看看啊，分享，哎，我怎么分享到朋友圈里？好，来看看，还有我们的航乐哥啊。行乐还是行乐，到现在咱们都不知道啊。然后3连败，不容易啊，我确实也不容易啊。感谢小狼，不是你看的，还有这样的啊，就是
这个瑶光哥送礼物了，完了之后呢还要感谢我狼，这个本末倒置了啊！明明是应该小狼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捧场，然后呢，结果呢还变成了感谢小狼。好，看看这边直接走，我们看看啊，走到这里面呢，大伙儿可能看不懂这个剧情。其实这个剧情非常混乱啊，这也就是我不太喜欢《合金弹头5》的这个剧情的原因。因为呢，它是一个其实你说阉割版呢，还是有点委屈它了。它应该算是不完整版，它没有特意的去阉割，因为它赶工。当时我记得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呢，就是赶工。当时呢，市场呢迫切需要这个基板来在市场上运行。然后呢，游戏制作商呢，他就没有把这个游戏做完整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瑕疵，在剧情上很嘚儿。大伙儿懂吧？比如说一会儿的这个大象，对吧？按理说我们应该把第一关的这个 BOSS 的这个老头给你整明白，但结果呢变成了什么了？结果变成了这个死神。它这里面倒还好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呢，它应该把死神做成一个隐藏的 BOSS 啊，那可能更好一点。这里面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那个老头呢，他作为远古的祭司的那种附体啊，他可以说把这个基因工程和基因编辑做得非常好，比如说把动物啊、植物啊。什么各种这个融合到一起，你做这个基因编辑的话，你懂的大伙儿知道啊。基因编辑的话，现在无论是在这个咱们现在科技上，还是什么农作物上，大伙儿都有知道啊，包括什么转基因之类的啊，这个就会非常的变态。但是咱们没有舍这个事儿。这个玩法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先把所有的输出全都输出到最左边这个地方，你看它卡住了这个 bug， 右边的那个都不用打，你看。右边的不用打，可以直接打死左边这个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巴南这里面呢，为什么这个咱们的快刀我不会啊？快刀哥他是打出了最新的记录，他用2回合就把这个死神打死了啊！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变态的啊。好，来看看6颗雷，然后怼着打。2回合清死死神是怎么打的呢？我们看看，现在他500发子弹啊。噔噔噔，好，来，这里面啊，他一抬手扣，哎，一定要不要太提前走，也不要太晚，他这个一抬的时候你就走，而不是抬完了之后你再走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速度，朝上开枪。哎，你看2回合就打死了啊，这也是变态了啊 ！LEVEL 8，也就是8难度啊，用2回合就能把死神秒了，而且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它只有9颗雷，9颗雷加上一个推力性感，就直接把这个死神秒掉了，这是一个最牛逼的这么一个设定了啊！我相信很多人没见过了啊，我也没见过啊，2回合就能秒掉死神，我靠，这也太变态了！好，不多说啊，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快刀我不会啊，来自于平台的最新记录，也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快记录，2回合清掉死神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